很多爸妈每天睡前都会给孩子读绘本，这件事很好，但我觉得同样的时间还可以考虑另一种打开方式，不是念给他听，是和他一起编，练的是创造力， AI 时代最稀缺的东西。昨天晚上我就跟孩子们一起编了个故事， Elsa 和 Anna 约 Moana 和 Maui 一起去滑冰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我是 ZZ 爸爸，主业是 AI 产品经理，太太是儿童心理学家。今天这一期我想聊一件我在家里一直做的事，跟孩子们编故事。编故事和讲故事有什么区别呢？你给孩子读一本书，他是接收者，信息从书里经过你的嘴到他的耳朵，整个过程只需要他做一件事，就是听。但你让他跟你一起编故事，他的大脑要同时做好几件事，理解现在的情景，想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用语言把它组织出来，还要能跟前面的情节接得上。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练习，一个是消费，一个是创造。在 AI 时代，能消费内容的人只会越来越多，我们真正稀缺的是能创造内容的人。而且这件事不需要等很大了之后才开始训练，孩子3、4岁就可以开始了。那具体怎么编呢？你得先有一个大概的框架。大部分的书或者电影有这么一个结构，起承转合。首先交代背景，主角是谁，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，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，打破了原来的平衡，然后有了矛盾和危机，主角面对一个他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最后怎么化解，克服了危机，就有了人物弧光。孩子们可以选这个故事里都有谁，在哪里，然后每个人轮流讲。爸爸一般都是收尾的，以免拖太久讲不完。这个玩法呢，其实是从即兴喜剧 improv 里来的，所谓的 yes and。 不管前面那个人讲了什么，你得先接住，不能否定，只能继续。这里有个现象，你会发现孩子刚开始一般都特别保守，他会讲他昨天真的经历过的事，或者模仿一个他听过的故事里面的情节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孩子们喜欢用他们熟悉的方法先探探路。那轮到你的时候，大人的任务就是把他带偏。可是这个时候 Elsa 发现他迷路了，这样就把球扔回给了孩子。还有一点好玩的，就是可以把他们最爱的角色都放到同一个故事里，像 Elsa、Olaf、Darth Vader、R2-D2， 他们原本来自完全不同的宇宙，能力也不一样。Elsa 会用魔法动东西， Olaf 是个单纯开心的雪人， Darth Vader 人狠话不多， R2-D2 是个机器人。你让他们在一个故事里面遇到，孩子就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玩。他们会发现原来故事不是本来就在书里印好的，都是人写出来的，也是可以自己创造的。这个游戏背后呢，其实在同时锻炼他们的3个重要的能力。第一个是语言的组织能力。3、4岁的孩子，甚至5、6岁的孩子，仔细观察，其实说一整句话的时候，经常还是组织不完整的。在我们很多双语家庭的孩子尤其明显，他们会把英文的语序搬到中文里，还夹杂几个英文的单词。你没法给一个4岁的小孩讲语法，但你让他编故事，他就必须自己把一句话组织起来，让别人听得懂。这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练习。第二个，他会开始习惯自己也是个创作者。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内容极大丰富的时代， AI 让内容迎来了新的大爆炸。要参与，只去消费内容是不够的，还要创造内容。哪怕他今天编的只是一个3分钟的很荒诞的故事，也是属于我们的作品。比如说 Elsa 和 Olaf 坐上了 Darth Vader 的飞船去火星，很热，他们怎么想办法不让 Olaf 融化掉？讲到好玩的地方呢，他们会眼睛发亮，真的会带入，原来可以这么玩的。第3件也是我觉得很妙的一个东西，故事能帮孩子度过一些生活中的难关，可能是对新事物的恐惧，可能是要适应一个新环境。讲个昨天晚上的真实例子，我们在西雅图雨季比较长，想找一些室内活动的地方，最近在跟孩子一起学滑冰，但他们一开始会本能的害怕。那我们就晚上回家开始编故事。我们一起选了4个角色， Elsa 和 Anna
约莫安娜和 Maui 一起去滑冰。Elsa 当然是很擅长，安娜也是从小跟姐姐一起学。莫安娜呢有点懵，她从小在热带长大，从来没见过冰。然后孩子们接着 Elsa 的嘴说，没关系，可以学呀。我继续，然后莫安娜滑着滑着摔了一跤，冰上好冷啊，莫安娜没有穿够衣服。我问孩子们怎么办呢？孩子接着用 Elsa 的嘴说，我有很多厚厚的外套可以借给你穿，因为我不怕冷。然后莫安娜穿了外套之后就不冷了，可以继续滑冰了。这个时候我说 Maui 呢很自大，说他本来就会滑冰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变成各种动物。那变成什么动物会滑冰呢？变成海豹，一下子就可以滑了。孩子接住了这个，让安娜回他一句，可是你得自己练呀。变成其他动物，那样不算真的会滑冰。这个时候我有点惊讶，我们平时一直说学新东西是一个不断练习的过程，他们在这个编的故事里完全把这个内化了。最后大家都学会了滑冰，结尾我又问说下次约去哪？莫安娜和Maui说想去海上划船。Elsa说我不想去，因为我不会游泳。结果呢，孩子们最后接了一句，可以学呀。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呢，希望他们下一次去冰场的时候，或者尝试一个新鲜的活动的时候，可能会少一点害怕，而且还学会了要坚持练习，不能抄近路。故事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孩子可以把害怕的东西放进去，让喜欢的角色替他们走一遍。等那个角色闯过去了，他自己好像也闯过了一点。我们家经常都这么编故事，孩子们很期待，我自己也觉得更好玩，挺考验想象力的，同时呢还要合情合理。我自己用 AI 做了一个小程序，它其实就是把今天的聊的这套方法实现了一下，可以帮助你打开思路，一起编故事。可以选孩子喜欢的角色、故事的长度、想要的场景、要克服的事情。之后我会把这个给大家 demo 一下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今天晚上就可以试试，几个来回看能编出什么样的故事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编的故事，觉得有启发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下一期见。